欢迎大家回到爱生的频道。4月16号，潘石屹他发了一篇文章，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标题叫做《我的反思》。文章里头他讲了一段往事，他说2004年那一年，中国房地产正热得不行的时候，他就参加了一个房地产的论坛，发言的时候公开质疑了一家公司的商业模式。然后散会以后，这家公司的老板把他从饭桌上叫开，找了一个非常僻静的角落，语气非常严厉。他警告老潘说：“你今后不要再谈论我们公司的商业模式了。”然后这个老板换了一个比较缓和的口气，补了一句：“哦，你刚才讲那个小产权房讲的挺好的呀，你以后就多谈一下产权房不就完了吗？”潘石屹说：“好巧不巧，对于那家公司的批评，后来竟然真的应验了。从此以后，他在整个地产圈子里头就变成了非常著名的乌鸦嘴。问题来了，这家地产公司的老板到底是谁？他犯了什么错，让潘石屹一眼就能够看到这家公司的结局？这真的是一场他口中所谓的庞氏骗局吗？这位地产界的大佬是什么原因惹了众怒，以至于中国房地产行业里头话语权最大的三个人王石、任志强、潘石屹在同一个下午对他轮流围攻呢？这家地产公司已经倒闭了，所以这个故事的结局我们都已经知道了。但20多年过去了，当年被他威胁要封口的潘石屹早早就收摊跑去了纽约。当年在博鳌公开指着他的鼻子骂的王石，这2年恐怕日子也不太好过。而当年看着他崩盘，转身在自己的公司却猛踩油门加速扩张的许家印，最近在深圳中院被公诉8项罪名。那个在他倒下的第2年就开始疯狂扩张的王健林，现在正在一砖一瓦的把他的万达帝国拆散了卖掉。中国地产行业最顶尖的这几位，一个比一个精明，一个比一个会算账，一个比一个更有背景，但没有一个真的走出了当年这家公司这个老板曾经走过的这条路。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中国改革开放这40多年以来，最富有戏剧性的企业家到底是谁？有人可能会说，那必须要说史玉柱，有人会提到贾跃亭，这2位其实都挺能折腾的，但是他们加在一块儿，恐怕都比不上今天这位房地产大佬。那时间轴大概是这样：1985年清华工学硕士毕业，1988年进入联想，那时候联想还没有上市，但3年不到的时间，年仅27周岁，他已经火箭式窜升到了企业发展部的经理。他当时是柳传志最看重的接班人，然后28岁那年被送进了监狱。1994年春天出狱之后，他在北京新世纪饭店的川菜馆和柳传志吃了一顿饭，吃完以后，柳传志借给他50万人民币，然后他就用这借出来的50万做出了一家公司。10年之后，2004年，公司的销售额突破了127亿，而这一年万科才91亿而已。巅峰之后，仅仅过了2年的时间，这家公司就倒闭了。销售额127亿的公司被12.8亿以这么低的代价被人吃掉了。这个偏执狂的名字就叫做孙宏斌，人生大起大落，但却刚刚过了第一道坎。28岁进了局子，32岁出来也还好，人生还有无限的可能性，有大把时间供他折腾。出狱以后，孙宏斌他去找了把他送进局子里头的柳传志。这顿饭我不知道孙宏斌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在吃，是大度不计较呢，是寻思着怎么样复仇呢？或许都不是，或许是憋了一口气。他可能想要证明这样一套小心翼翼稳扎稳打的联想哲学是错误的。尤其重要的，或许是想要证明柳传志你当初放弃我的决定是错误的，我孙宏斌一定可以比你们做得更好。从这顿饭开始，这个念头或许在他的脑子里头就没有下去过。
时间切换到2003年7月份，地点是在重庆，中诚房网组织了一次业内论坛，台下坐着谁呢？有万科的王石，有华远的任志强，有 SOHO 的潘石屹，有富力的李思年，还有一大堆腰缠万贯的房地产的老江湖。那这些人都是孙宏斌的前辈，王石比他大13岁，潘石屹比他大10岁，任志强比他大12岁。无论是年龄、资历或者是江湖地位，孙宏斌在这些大佬面前都是小辈。但是这个小辈在论坛上干了什么呢？轮到他发言，他拿起话筒非常从容地说了这么一段话：顺驰今年的销售额要做到40个亿，中长期的战略目标是做全国第一，也就是要超过在座的诸位，包括王总在内。全场安静了几秒钟，王石的脸色当场就变了。王石提醒他说：“你这个速度这样是撑不起来的。”他提醒孙宏斌注意风险，但是孙宏斌他根本就不是来听劝的，他是来砸场子、下战书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场景：一个小辈在一个业内论坛上点名中国地产的扛把子，而且不是暗示，是指着王总的鼻子说我要超过你。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呢？我觉得这不是正常的商业竞争的这么一个思维，这个是在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王石虽然一开始脸黑下来，但是他比孙宏斌更老练，他没有当场骂人，他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慢慢等，他等着这个年轻人犯错，等着这个年轻人自己撞墙。为什么王石会这么笃定他一定会撞墙呢？因为王石比他多了20年的地产行业的经验，王石也算过这套数学，你一年翻2-3倍，融资从哪儿来？你7个月就开盘，你的项目质量怎么保证？你全国撒网，你的管理半径够不够得着？你到处拿地都是区域地网，你的利润率早就被顶死了，你靠什么还利息？所以这样一套数学题他根本算不过来。王石并没有等很长的时间，仅仅13个月之后，机会来了。这个年轻人在撞墙之前，我们先看看孙宏斌他到底在瞎折腾啥。2003年8月份，重庆下完战书之后，大概1个月，孙宏斌把顺驰全国各地的高管全部叫到北京昌平一个叫做金池莽山的会议中心。这个会开了整整17个小时，早上8点开始，一路开到第二天的凌晨1-2点。在顺驰开这种马拉松式的常会算是一个传统。孙宏斌本人他就特别喜欢亲自讲课。在莽山这次会议上，他做了一个演讲，题目叫做鸿鹄之志向，蚂蚁之行动。在这个会上，他给全公司定了一个硬性指标，2004年顺驰的销售总额要突破100个亿。大家要知道，当时是2003年，顺驰的销售额才刚刚45个亿，100个亿的目标意味着什么？一年之内至少要翻2倍多。这个数字放在2003年的中国地产圈，很多人都会觉得这个人疯了。但是顺驰内部呢，孙宏斌他有一个非常恐怖的洗脑能力，他能够让底下的人相信他真的能够干成这件事情。你说这个是忽悠也好，叫做感召力也罢，总之孙宏斌这个人他的的确确有某种程度的扭曲引力场的能力。增加业绩目标在别的公司可能会有一些人叫苦连天，但是在顺驰所有的人都会觉得自己在做一件改写中国房地产历史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孙宏斌他许诺的不单单只是钱，而是让一帮从河北、东北、山东这些3-4线城市出来，在联想、在华为、在中海没有机会上位的年轻人，可以跟他一块拼，可以享受一把把万科这些老前辈踩在脚底下摩擦的快感。这个可以叫做是梦想，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是非常危险的宗教式的狂热。现在我们来到2004年8月7号，回到潘石屹当时被威胁要封口、被霸凌的这个案发现场，海南博鳌。21世纪经济报道主办的博鳌21世纪房地产论坛，这个是在当年房地产业最顶级的业内年会。
首日第一个上台发言的是谁？王石。王石走到讲台，第一句话就开了炮：山九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当然，要理解王石这句话，我们必须要知道山九到底是谁。山九集团是一家靠着多元化、高负债、全国撒网撑起来的一个大企业。2004年正是山九资金链断裂、被政府接管的这一年。所以王石这一句话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你孙宏斌，你现在走的这条路就是山九曾经走过的这条路，山九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接着上台的是任志强，任大炮比王石更加直白。业内后来广泛流传的一个说法就是，任志强那天讲了一个比喻：10个锅，但是手上只有7个锅盖。什么意思呢？顺慈同时在全国10个城市盖楼，但是他手里头只有7个锅盖，也就是他的资金只够覆盖7个城市，那剩下的那3个锅怎么办呢？跑着轮流盖呗。短时间或许可以，但只要其中一个锅慢了半拍，整桌菜都得掀翻重来。而接下来是潘石屹，老潘那天讲的是最含蓄，但是却也最狠。他没有直接点名孙宏斌，但是他讲了一个心态。他说有了今天就好像做梦一样，所以赚1个亿是多，赚1000万我觉得也挺多，即便只赚100万我也觉得挺多的。你听这个话表面上是非常谦虚，是不是？实际上是在阴阳孙宏斌。3个地产界的大佬在同一个下午轮流上台，对同一个目标开炮，把顺慈这家公司的商业模式扒了个底调。孙宏斌他没有跟老潘当面吵，他把潘石屹从人群当中拉到一个没有人的角落，语气严厉对他说：你今后不要再谈我们公司的商业模式了。我想对于孙老板来说，被这些大佬围攻的时刻不是嚣张的时候，而是他这个威胁的语气透露出来的嚣张掩盖的惊慌。当他的商业模式被这些大佬点破之后，惊慌到必须要去封嘴。孙宏斌这个人，他偏执到了极致，狂热到了极致，其实某种程度上也脆弱到了极致。你要指望这样一种人在被一众大佬被潘石屹点破屎穴之后，能够非常冷静地回到他的办公室，调整战略，收缩扩张，降低杠杆吗？其实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已经到了一个自己都回不去的位置，停下来就是等死。所以他非但没有降速，反而是猛踩油门加速了。2004年12月31日，孙宏斌收到了年终绩效的报告，销售额做到了127个亿，比自己当时定的100亿的目标还多了27个亿。全中国的地产行业没有任何一家公司能够在12个月里头狂飙突进，做到这样一种增速。那天晚上，孙宏斌应该是非常高兴，他赢了，扬眉吐气了。但是这样一种胜利的狂喜只维持了短短14个月。在顺慈崩盘以前的最后一个救命窗口是在2005年10月份，那个时候顺慈整家公司的资金链条紧张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啊？紧张到孙宏斌这个非常骄傲、几乎没有公开求过人的人，他亲自飞到摩根斯坦利在香港的办公室去谈私募的问题。谈判桌对面，摩根给他开出了一个方案：我给你7.5亿人民币，你给我20%的股权。这个本来是救命钱，7.5亿加上一家国际投行的背书，至少让顺慈撑到2007年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摩根在这个方案里头加上了一个条款，叫做对赌协议。什么叫做对赌呢？摩根说，我投你7.5亿，未来3年你的净利润必须要达到我们约定的数字。那如果达不到的话怎么办呢？我这20%的股权会自动翻倍到40%。孙宏斌看完这个对赌条款之后怒了，他不是一个算不过账的人，他知道摩根给他的这个条件表面上是救命钱，但实际上也是一把架在他脖子上的刀。只要3年里头有1年业绩不达标，他就会失去对于顺慈的控制权。
所以最后孙宏斌他没有签字，一直采用拖字诀，从10月拖到11月，一直拖到最后一刻，直到宣布终止谈判。但是多年以后，孙老板在一次极少对外公开的采访里头亲口承认，这个或许是我决策上最大的失误。但是这个失误本质上并不是理性决策的判断失误，而是性格决定命运的必然。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个28岁坐过5年牢出来，用10年的时间从零开始做到127个亿，一直在跟柳传志跟这些地产大佬憋着一股气赌狠的人，你让他接受一个对赌协议，还有可能会丧失控制权，一旦签下这个协议，等于让他公开承认认输。所以对他来说是不可能的，他做不到。他的骨子里头已经被坐牢这段历史以及被大佬围攻的憋在胸口的这股气塑造的太过僵硬了。摩根这笔钱没有拿到手，2005年年底的时候，顺驰就开始出现欠薪，全公司裁员 20%。紧接着2006年开始，媒体开始曝光顺驰拖欠各地政府的土地款，再加上银行贷款的余额，合计46个亿。2006年7月份，孙宏斌第一次在公开场合亲口承认，顺驰现在比较艰难，也的确是缺钱。我们可以想象一下，2003年7月在重庆下战书说要超过在座各位的这个人，到了2006年7月份，3年之后站在镜头面前说真的缺钱。那这中间这个人到底经历了什么？2006年9月5号，在香港，孙宏斌签署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买家是香港的路径基建，这是一家做高速公路起家的老牌基建公司。9月6日，港交所发布公告，路径基建以 12.8 亿人民币收购顺驰中国 55% 的股权。12.8 亿这个数字大家可以留意一下。2004年销售额做到127个亿，2年之后被整家收购，只值 12.8 个亿，少了整整一个零。2007年2月份，路径这家公司持股增加到了 94.74%， 顺驰这个曾经在中国房地产历史上最疯狂的品牌，彻底从商业版图上消失了。孙宏斌这个人，我们要看懂他的话，得把他几段自白按时间顺序排开。2006年7月份，他刚刚承认缺钱那段时间，他对身边人说的是败了就是败了，不要给自己找任何借口。听着是不是好像还比较诚恳，对不对？但其实不是的。这个不是诚恳，这其实是一个刚刚栽了跟斗的那个人心里头那股傲气还没有完全散掉。你注意他用的词是败了，他不是说我做错了，他是说败了。古代打仗败军之将，他败只是一个结果，不代表他真的技不如人，对不对？时间快进到2022年4月26日，孙宏斌当时已经59岁了，他已经东山再起，做了第2家公司，大名鼎鼎的融创。2018年销售规模接近5000个亿，排全国前3名。那就在这一天，他在融创的股东大会上说了一段话：顺驰失败的老路，我不会让融创再重新走一遍。那听着这段话是不是挺成熟也挺励志的，对不对？看起来孙宏斌真的有反省过了，断不至于走一遍回头路，对不对？毕竟已经不是小伙子喽，一个59岁的男人经历过一次完整的崩盘，必定不会重蹈覆辙。仅仅16天之后，5月12日，融创债务违约，4笔美元债到期，没有能力支付。到了2022年年底，融创到期还没有还上的债总计达到了 808.9 亿人民币。16天时间，从他亲口说不会让融创再走一遍回头路，然后16天之后，融创就违约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里面当然有配合抓马情节的需要，但是更本质的问题在于，这样一道致命的性格纹理从来没有真正的愈合过。2024年，媒体发了一张孙宏斌的照片，标题叫做
融创中国化债，孙宏斌白了头。照片里头的孙宏斌60岁出头，年纪不算大，但是已经满头白发，坐在办公室里头，眼神当中透露着疲惫。这个形象跟2003年连开17个小时动员大会的这个人，跟那个指点江湖意气风发的孙宏斌已经完全判若两人了。所以孙宏斌这个人，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不是一个坏人，他不贪婪，他没有像许家印那样通过离岸架构把几百个亿的分红都套现出去。他的生活不奢侈也不糜烂，他没有要整一个歌舞团，到今天为止还住在天津一个相对低调的房子里头，甚至可以说他不是那么的爱钱。我想孙宏斌他更加爱的是成就感，他要的是一个对他过去的认可，规模、排名，所有一切能够把他以前的对手踩在脚底下摩擦的这个快感。而最核心的是这样一股从28岁进监狱那天就埋下来的憋在胸口的那股气，证明自己即便遭遇过不公，即便被围攻，也一样不会输给他们。这就是一种你可以认为是不甘心。从28岁进监狱那天起，孙宏斌这个人可以说就再也没有下过赌桌。他赌的不是钱，他赌的是这一生不能够在人生的牌桌上最终证明自己。事实上，孙宏斌早在2003年，也就是顺驰最疯狂准备冲100亿的那一年，他就已经悄悄注册好了另外一家公司，名字就叫做融创。2006年9月6号，顺驰被路径基建 12.8 亿收走的那一天，融创其实已经准备好上路了。所以2010年10月7日，融创中国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的时候，所有人都没有想到，其实一模一样的剧本会重新上演一遍。超短的周转，融创现在更短；零手期拿地，融创现在更狠；预售回款滚雪球，融创这个雪球滚得更大。2014年融创销售700个亿，2016年融创销售1500个亿，到了2018年融创的销售额已经接近了5000个亿，全国前3，仅次于恒大跟碧桂园。孙宏斌这次看起来比顺驰那次大了40倍，所以应该稳了，对不对？或许孙宏斌他不是没有反省，他也不是没有尝试过总结经验教训，但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他总结的经验教训根本就是错误的呢？孙宏斌对于顺驰的崩盘有过非常深入的分析。2006年，他承认现金流管理失误，扩张太快。他明白顺驰当年输在什么地方。在融创，他做了完全不同的事情。融创上市了，有了香港资本市场的这个融资渠道，不再像以前顺驰那样全部都要依靠国内银行的贷款。融创早期的扩张节奏一度是非常克制的，从天津一个城市做起，它的利润率甚至做到比万科还高。融创收购项目的谈判极其精准，孙宏斌在圈子里头被称之为并购之王，他出手以前会把目标的资产翻来覆去研究几十遍。从2010年到2014年，华尔街的分析师写了无数篇关于融创的报告，他们的结论几乎都是一样的，融创这家公司和顺驰完全不是一个东西。所有人都觉得孙宏斌从上一次的失败里头看起来是真的学到了东西，但是就是这个故事里头最让人没办法接受的地方，孙宏斌吸收了经验教训，他完全调整了自己的节奏，但是结果最后还是没有逃出这个诅咒。为什么？因为他学到的，他反噬的是错误的执行，是错误的节奏，而不是错误的方向跟错误的边界。他以为顺驰的问题是规模不够大，所以不够安全。融创这次要整得更大，大到政府不能够让他倒。他没有学到的是，这样一套数学从来不存在一个大到足够安全的刻度。这套数学题的本质不在于说操作的问题，本质在于系统本身。2016年，孙宏斌他做了一个在今天看起来完全是不可思议的决定，他把150亿人民币砸进了贾跃亭的乐视。
乐视在当年是中国最红的科技公司之一。贾会计当时忙着讲一个生态化反的故事，也就是要造汽车、做手机、搞视频内容，所有等等等等。孙宏斌看完贾会计的这个故事以后，非常的亢奋。他当年砸进去的这150个亿，几乎是融创当时一整个季度的净利润。我们上一期视频讲了许家印这个大忽悠怎么忽悠马云的故事，但是看起来孙宏斌被贾会计这个大忽悠也是给忽悠瘸了。8个月之后，乐视的资金链条断裂，贾老板麻溜的跑路去了美国。孙老板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做了一件在他60年人生里头极为罕见的事情，他当着新闻镜头的面哭了。他说，乐视这150亿我算是尽力了。那这个是孙宏斌在公开场合最接近当众认输的一次。那为什么说他是最接近认输呢？因为孙宏斌这个人，他从来就没有学会什么时候应该停下来。仅仅1年之后，2017年7月19日，北京万达索菲特酒店，中国房地产历史上最富有戏剧性的一幕，正在举行交易合同的签字仪式。买家是孙宏斌，融创的老板；卖家是王健林，万达的老板。中间还有一位是富力地产的李诗年。这3位房地产的大佬坐在同一张桌子上，签下了什么内容？王健林以638亿人民币的价格，把万达13个文旅城加上76家酒店打包卖给了孙宏斌跟李诗年。这是一笔及时抽身的交易，对于王健林来说是割肉，是断臂求生。我在之前的视频当中已经分析过了，但是孙宏斌那一天他是买方，他把王健林扔出来的东西全部接了下来。当天晚上签完字之后，孙宏斌回到酒店房间，据他自己说，一宿没睡，不是紧张，是亢奋。他对身边的人讲，万达是什么样的公司啊？他有多少年的积累啊？我一个晚上就全买过来了。你可以想象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其实孙宏斌这个时候，他心里头一门心思想的还是这股憋着的气，还是这样一股不服输的狠劲。但是他完全没有意识到，音乐已经停下来了，风向早就已经变了。就在同一年，摩根斯坦利的这个首席经济学家谢国忠，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中国房地产是庞氏骗局。我想庞氏骗局这几个字儿在潘石屹的文章里头他也提到过。我可以用1分钟的时间把这样一套数学的逻辑简单交代清楚。第一个步骤是负债拿地，房地产开发商手里头有1个亿，他就敢去拍10个亿的地，剩下的9个亿完全是从银行借贷。地块还没有捂热呢，盖楼的图纸刚刚画好，他就敢把土地抵押给银行，贷款拿出来，利息开始跑。第二个步骤，预售回款，这个楼还在地基的阶段就已经开始卖期房，老百姓掏出毕生的积蓄，凑齐首付，签下30年的按揭合同，钱就已经到了开发商的手里头，而房子可能在2年之后，如果一切顺利的话，2年之后才会交付。所以开发商就用这样一笔预售款，先还银行的利息，然后再去拍下一块地。第三个步骤，滚雪球，只要这个房价它一直在涨，就会有源源不断的买家进场接盘，那这个循环它就会永远转下去。你烧10口锅，只有7个锅盖没问题，你只要跑得足够快，轮流盖就没什么大问题。但前提就是所有的锅不能够同时烧开了。所以这样一套逻辑，它有一个致命的前提假设，就是预期这个房价永远都是涨，这个房价的趋势永远都是上行的。一旦所有人的预期被打破，一旦老百姓不再相信买房永远都是赚的，他不再愿意买期房的话，那这个地产上的资金回流就会断掉，债务链条会从最脆弱的地方，从那个环节开始崩，然后传导的过程就不可逆转，一个接一个压下去，一直到多米诺骨牌彻底崩盘。当天买完万达之后，更加豪气冲天的孙宏斌
他没有听到这个音乐停止的声音，他没有意识到风向已经变了，他还在豪情万丈地驾驭着融创帝国，朝着5000亿的目标猛冲。但仅仅3年之后，地产界闻风丧胆的3道红线就好像是如来佛的五指山一样压了下来。从这个时候开始，融创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2022年4月26日，孙宏斌在融创股东大会上讲的那句顺驰失败的老路，我不会让融创再走一遍。仅仅16天之后，融创就违约了。2025年3月份，中国信达向香港法院呈请清盘。2026年1月5号，香港高等法院驳回了清盘的呈请。融创大概96亿美元的境外债务重组已经于2025年12月全部生效，大概154亿元的境内债务重组也已经落地，整个债务危机压低了近600个亿。孙老板像梦游一样摇摇晃晃，勉强算是走过了这条钢丝绳，但前途怎么样，没有人知道。那今天这个视频为什么要讲孙宏斌的故事？不是因为他的命运最为悲惨，中国地产界比他惨的人多了去了，也不是因为他最出名，许家印许老板的这个新闻热度比他高10倍不止。孙宏斌的价值在于他连续失败了2次。第一次99年到06年顺驰，这个是最原始版本的高杠杆的模型，全国撒网，超短周转，账滚账，资金链条一断裂，12.8亿被卖掉。第二次从2010年到2022年，这个是融创时期，换了上市的融资渠道，更精细的操作，更分散的城市布局，同样是资金链条断裂，808亿违约。孙宏斌等于是在同一个坑里头摔了2次跤。顺驰倒掉，你可以说是孙宏斌他太嫩了，太急躁了，经验不足。但是融创也倒，你不能够再用同样这个理由了。不同的公司，不同的规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结局。这说明什么？这意味着这个系统的问题不在于操作者本身。孙宏斌20年的时间2次翻车，证明了潘石屹在2004年当时这样一句预言，也就是庞氏骗局，这一句预言它不是空话。庞氏骗局不单单只是一个比喻，它也是一个数学题。孙宏斌用2次崩盘，他证明了这样一套数学题的必然性。2003年在重庆，孙宏斌他喊出要做全国第一的那个时候，除了是因为想要赚钱，除了是因为豪气万千，他其实也是想要变得更大更大，直到大到不能倒，直到大到所有的人包括政府在内都不敢让他倒。这套逻辑从那一刻开始，其实变成了是一整代中国地产大佬的集体信仰。谁把这样一套逻辑学到极致的？许家印，前面已经讲过了，所以不再赘述。而2004年博鳌论坛那一天，最早看穿孙宏斌的人是谁？是王石。39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王石不单单只是在博鳌论坛说过这个，他后来接受 CBS 60分钟的采访，用英文对着国际镜头说了一个词儿 disaster， 也就是大灾难。他说中国的房地产如果不降温的话就是大灾难，那个是他对着全世界的观众说出了他自己的认知。但是关键在于说，你看穿不等于你救得了，你看穿也不等于你能够走得掉。2017年王石66岁主动卸任万科董事长，他主动把自己从万科切割出来，不可谓求生的意志不强烈。然后呢，一样眼睁睁看着他一手缔造的公司被自己的继任者郁亮跟祝久胜一点一点的掏空了，最终他自己也没有能够完全脱身。王健林呢，2016年就已经开始悄悄的剥离境外资产，但是8年过去了，王健林还在一块一块的割肉求生。从2023年到2025年，一共卖掉了超过70座万达广场。老潘在2004年他就看穿了庞氏骗局的本质，他动手最快最干净，切割也最彻底。
他是真的带着真金白银跑去纽约，然后从公众的视野消失，沉默了3年，直到最近打开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写下了我命由我也由天，以及另外一篇我的反思。在老潘看来，能够及时离场的永远都只是少数。我其实常常在想，待在纽约豪宅里头的潘石屹，这2年他隔岸观火，目睹中国地产界的血雨腥风。在他写下这2篇公众号文章的时候，他到底是在想什么？他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在撰写这2篇文章呢？许家印站在深圳中院的被告席上，王石眼看着万科2年亏掉1380亿被限制出境，王健林还在一块一块的割肉卖他的万达广场，孙宏斌白了头还在债务重组的钢丝上梦游。而潘石屹在这些反思的文章里头，字里行间你隐隐约约能够感受到一丝很难掩盖的东西，得意。他当然不是那种非常嚣张跋扈的张扬，这个不是潘石屹作为一个老滑头的风格，这是一种 told you， 这是那种我当初就说了，你们就是不信，你们就是不听，结果怎么样的非常克制的得意。老潘他当然是有资格来得意，他当然是有资格说自己未卜先知，毕竟人家真的是非常成功，毕竟人家真的是动作非常干净利落，也的的确确是走掉了。但他是真的上岸了吗？可以安枕无忧了吗？潘石屹的家族办公室里头管着超过50亿美元的资产，他在纽约上东区的豪宅，他捐给哈佛大学的1500万美金，他捐给耶鲁的1000万美金，他儿子的哈佛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还有他在曼哈顿新近买入的地产项目。所有的这些钱从哪儿来啊？从 SOHO 中国，从北京的那些写字楼，从上海的那些商业综合体，从1998年到2021年。潘石屹他在这样一套他今天称之为庞氏骗局的游戏里头，从中国大陆赚到的钱，这笔钱到了纽约上东区变成了是钢筋混凝土，进了哈佛大学的基金会，变成了是校董的投票权，但它原始的出处没有改变。即便筹码的颜色变了，从人民币的红色变成了美元的绿色，但是筹码的出处没有任何根本性的改变。而且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呀？老潘到了纽约之后，他干嘛去了呀？还是在做地产。从2025年到2026年，他在曼哈顿第79街跟列克星顿大道买了5块地，6250万美刀，准备拆了重建。一个离开中国，认定中国的房地产行业是庞氏骗局的人，跑到纽约，一转身继续做他的地产项目，一边在微信公众号反思中国的房地产是庞氏骗局，一边在纽约的曼哈顿挖地基。这2件事情如果放在一块儿看，有没有感觉会特别违和？有没有可能就是这样一种不舒服，是老潘后来把这篇文章从公众号删除的原因呢？其实潘石屹如今他只是纽约上东区一个有钱、看起来体面、来自于中国的普通富豪。那个他能够呼风唤雨的时代，他把他留在了中国。潘石屹说能够离场的永远只是少数，他的的确确是那些非常罕见的、非常精明的那些少数。但是离场跟安全它不是一回事儿。SOHO 中国，潘石屹拿走了300个亿，但是这家公司还在，他签过的合同、拿过的地、卖过的楼、欠过的尾款，所有这一切在中国大陆的档案里头还躺着呢，他的名字在中国从来没有被注销过。我想今天的潘石屹，他字里行透露出来的未卜先知的感觉跟掩饰不住的得意，还是稍微有点太早了。把筹码从人民币换成美金就叫安全吗？在如今地缘政治大幅动荡的年代，以前曾经认为的安全，在全新的时代定义会完全不同。美元、港币、美国地产、哈佛大学校董的身份，这些曾经的安全锚点，在如今的世界里头
还能够非常确定的说这些能够给你安心吗？没有人知道。但是至少我非常确定的一点就是李嘉诚他肯定不会同意。比潘石屹跑得更早、更彻底、更系统的人是谁？李嘉诚。从2015年，李嘉诚就开始大规模从中国撤资，比潘石屹早了至少7年。然后到了2025年，事情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李嘉诚的长江基建跟长实集团已经开始陆陆续续出售了在英国的核心资产。潘石屹对于中国房地产行业的预判不可谓不精准，李嘉诚对于中国政治风向的变化不可谓不敏感，但他们两位能够准确地预测过去10年间中美地缘政治格局的巨大变化吗？我想这个故事我放在下一期来单独拆解。我是艾森，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